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70年代，江婉瑶和闺蜜在一起插队，因为错过回城的机会，在闺蜜的建议下，两人决定在村里把自己给嫁了。在闺蜜王妙心的慎重筛选下，终于确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无父无母，在部队当兵的赵怀楚，另一个父母是退休工人，而他也是钢厂工人的李兴辉，可他也不是十全十美，曾经离过一次婚。江婉瑶还在犹豫，就见闺蜜凑近她小声说：“瑶瑶，当兵的好，懂得心疼人。”就冲这句话，江婉瑶心里知道，闺蜜也重生回来了。因为在上一世，闺蜜选的是赵怀楚，还把家庭优越的李兴辉让给自己，给她的理由是闺蜜比她大，自然要把好的让给她。当时江婉瑶还真信了，直到结婚后才知自己嫁的男人因为有家暴的毛病，才会没人敢再嫁。她还在回忆，就被闺蜜推一把：“瑶瑶，你怎么了？他们都在门外等着了，你到底选哪一个？你要是想嫁李兴辉，那我就嫁当兵的，反正他长得帅气，我也不吃亏。”闺蜜是故意这么说。江婉瑶微顿一下，才犹豫地说：“妙妙，你比我大，又是我亲如姐妹的好闺蜜，我听你的，不过我也觉得当兵的挺好，无父无母，最起码不会有婆媳矛盾。”闺蜜有些着急的轻敲她额头一下：“瑶瑶，你是家里独生女，哪受得了这种家庭？我是姐姐，就该给你选一个完美的老公。”李兴辉是工人不差，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爸妈也都是退休工人，可他脾气不好，我怕你嫁过去受委屈。相反，赵怀楚才年纪轻轻就是营长，你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既然话都说到这里，江婉瑶要是再纠结下去就太假了。她释然的一笑：“好吧，那我听你的，嫁给赵怀楚。不过就这么轻易的嫁人，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闺蜜安抚的一笑：“瑶瑶，他们都是我千挑万选的，不论嫁哪一个，我们都不会比回城的知青过得差，信我一次。”见她信誓旦旦，江婉瑶也笑着点头，而她心里却想，闺蜜和她同时重生回来，首选工人李兴辉，当年可是嫌他离婚，还是一个臭工人，突然转变想法，铁定是因为上一世李兴辉是镇上少有的企业家，才拼命也要嫁给他。但闺蜜并不知道，李兴辉是事业有成，但真正背后做事的却是他。如果李兴辉没了自己的帮衬，只能做一个无业游民，还时常的动手打老婆，江婉瑶倒是要看看亲手为自己喝毒药的闺蜜如何当上老板太太。在分别选好丈夫后，闺蜜和李兴辉去河边逛了。江婉瑶看一眼站在门口的赵怀楚，细细地打量起来。上一世的时候，因为闺蜜有私心，所以在选前刻意让赵怀楚晚来半小时，所以当江婉瑶和李兴辉离开前，根本没机会见到他。但现在不过是看一眼，就被他稳重帅气的模样吸引，而且他身材挺拔，独有一种气度不凡，和当兵的英姿飒爽，让江婉瑶越看越喜欢了。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扭捏害羞，自己是活过一次的女人，什么是生理的喜欢，她还是一眼就能看穿。“你喜欢我吗？”她轻声问。赵怀楚稍微一愣，脸颊一红的迎上他眸子，拘谨的点点头：“我也喜欢你。”这话
又惹得赵怀楚脸红到脖子。我半月后回到部队，你要跟我去那边办结婚证，真不用通知你爸妈吗？关于订婚彩礼的问题，是要听他们的意见的。江婉瑶想了想才说，你说的对，我今天就去村里电话亭给他们打电话。赵怀楚，我还有一件事，你要是答应我，我就嫁给你，不然咱俩就只能算了。你说，我要跟你住一起，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两地分居，但并不是非要住一个家里。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很怕孤独，所以你要体谅我。我答应你，等我们结婚后，你想要接你爸妈过去住，我也同意。赵怀楚淡笑地表明心态。他虽说是孤儿，但也懂得父母在身边，女人才有安全感。更何况江婉瑶是独生女，以后岳父岳母的养老问题，她必须提前考虑在内。江婉瑶被他感动到了，凑近捏住他的大手，喜滋滋地笑着，赵怀楚，你真好。被他灼灼地望着，赵怀楚脸颊一烫，却并没有推开他，也回应地捏一下他的手。我以为村长让我来相亲，只是一种敷衍，想不到竟真的遇到合适的人。我也觉得像梦一场，不过我们也算知根知底，像我这样的，见一次面就结婚，村里也有不少呢，所以我们算是入乡随俗，也是顺势而为。你有文化，说是都听着有道理。他说完走近一步，两人近在咫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彼此，气氛也变得微妙了。赵怀楚其实有隐瞒，他之前早就关注江婉瑶了，但听村里人说她是一个娇娇女，像她这样的家庭，人家根本不稀罕嫁。他当时并不放弃，从侧面地问过江婉瑶的闺蜜，给出的答案竟是她很明确地表明很讨厌糙汉样子的赵怀楚，浑身都透着土气，让他看一眼都觉得反感。自此就真的开始远离江婉瑶，觉得自己配不上她。然而这次他竟在相亲前一晚特意敲响他家门，一脸兴奋地跟他说明天的相亲让他按时过来，而且还说村里的传言不要信，他很能吃苦，也并不讨厌他，相反还有些欣赏他的为人。他这是明晃晃的表白，让赵怀楚脸颊一烫，轻咳一声，才低哑地说一句，我本来不想去相亲，但听你的话我信了，既然说好，我就先走了。江婉瑶临走时脚底一滑，竟意外地跌进他的怀里，眼神交流的刹那，两人脸颊都红了，却没人想要推开彼此，这或许就是心动的感觉。江婉瑶发现院子有动静，故意推他一把，两人刚站远了，闺蜜和李星辉就从外面逛回来了。正好中午，星辉要请我们吃饭，咱们走吧。我还有事要忙，改天吧。江婉瑶拒绝了，赵怀楚也附和地说，我还要去镇上的战友家，星辉，改天我请你们。那行吧，既然你们都忙，那我就陪王妙心去吃饭，还能顺便去商场逛一圈。说完，李星辉拉着他小手，两人亲昵地走出院子。看什么？被问的江婉瑶淡然一笑，他们真是般配。江婉瑶，其实我一直挺反感相亲结婚，不过现在倒觉得其实也不错。他赞同的点头，彼此了解，又能够相互帮助，这才是合适的对象。赵怀楚，我很庆幸这一次遇到了你。上一世的时候，江婉瑶太相信闺蜜的话，傻傻的以为
王妙心给她选的李星辉就是最适合自己的男人，结果不仅家暴，还嗜赌如命，说是公婆有钱，还不够他1年就挥霍光了。若不是自己拿命来威胁李星辉，换一个出门挣钱的机会，估计早被他打死在家里了。要么死老婆，要么老婆挣钱给他花，是人都会选后者。这些悲惨的过往，江婉瑶自然不会告诉闺蜜，就冲她因为嫉妒而设计毒死自己。江婉瑶也想看重生后的闺蜜是如何把一个下岗的钢厂工人培养成大老板的。在村里最后待了半月，江婉瑶参加完闺蜜的婚礼，就跟着赵怀楚回到她的住处，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明天回部队了。因为喝了1小杯白酒，她现在晕乎乎的，望着站面前的男人，笑盈盈地说：“赵怀楚，你怎么晃来晃去的？你喝醉了，我帮你倒杯水。”倒好温水，赵怀楚递给他，就看江婉瑶直直地盯着他：“你喂我喝。”好。他端着水杯凑到他唇前，却被江婉瑶顺势攀上脖子，凑在薄唇亲一下，才一脸醉意的笑笑：“赵怀楚，你好香，身上有淡淡的桃花香味。”一提这茬，赵怀楚轻咳一声：“我去镇上买的桃花酥饼，你要吃吗？”他慵懒的点头。赵怀楚想要走，却被他依旧抱得紧：“你松开手，我好帮你拿吃的。”赵怀楚，你说喜欢我，怎么对我无动于衷？我可是听妙妙说过，在结婚前，李星辉就跟他在一起了，为啥你对我这么冷漠？他委屈的眼眶微红了。赵怀楚在他雪白额头亲一下，才低声哄他：“你喝醉了，我这是趁人之危。瑶瑶，当兵的最首要一点就是懂得克制。”这话说完，他就发现某人儿已经躺他怀里睡着了。赵怀楚温柔地抱起他，往里边的卧室走去了。第2天的火车，赵怀楚和他对面坐着，将一个水杯递给他，而江婉瑶也把一个玉佩送到他手心：“这是我们江家的传家宝，传男不传女，这一辈我是女儿，爸妈就让我送给未来丈夫，据说被得道高僧开过光，保平安旺事业，很灵验的。我会好好戴的，有我就有他，到死也不会摘下来。”他刚说完，就被江婉瑶捂住嘴：“我才刚要嫁给你，你就说这样的话，是想吓死我？赵怀楚，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执行任务，无论再危险，都给我活着回来。”“好，我答应你。”赵怀楚温柔的一笑，看他眼神也变更柔了：“我带的苹果，去给你洗苹果吃。”江婉瑶要去水房，却被他拦住：“你今早上还说头疼，现在靠着椅子躺一会儿，我去就回。”他万万没想到，赵怀楚刚走，自己就被人贩子给盯上了。“姑娘，你长得这么美，应该去当明星。”“对不起，没兴趣。”他转头望向窗外，并不打算搭理，故意凑近他的一对夫妇：“我听你说想吃苹果，我这有苹果汁给你喝。”说话间，中年女人将一个手帕在他脸前晃一下，看似无用的举动，却是想迷晕他。幸好被江婉瑶巧妙躲开，但还是被男人扯住手：“媳妇，我已经认错了，你就跟我回家吧。”他才说完，火车就到一个站点，缓缓地停下来。大家都忙着下车，所以没人注意江婉瑶一直在反抗。可她刚刚被女人捂了手绢，这会儿浑身无力，
即便想挣脱也是徒劳。中年女人嘻嘻一笑：姑娘，你是我儿子的媳妇，只要你乖乖跟我们回家，好吃好喝的，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你瞎说，我丈夫是营长，才不是他。江婉瑶也向周围人求助，可没说几句，就被女人用手捂住嘴，笑望着一旁的乘客：大家别听她的，我儿媳妇脑子不好，动不动爱咬人，我怕她咬着你们。栓子，我们赶紧下车了。哎，这对男女眼看就要带走江婉瑶，却被身后的轻咳声打断：放下我媳妇。中年女人扫一眼车尾，自己的同伙已经被车警给逮住了，吓得她倒抽一口气：是你媳妇啊？那我是认错人了。栓子，我们去那边找你媳妇。栓子识趣的把人丢给赵怀楚，带着中年女人趁着人乱哄哄的就逃走了。而被救出的江婉瑶在看到时，赵怀楚竟一头扑进他怀里：你怎么才来？我都要吓死了。虽然浑身无力，但在用湿毛巾擦过脸后，已经清醒许多。赵怀楚自责地说：我去洗水果，就被一个男人堵住了，看来是那对夫妇的同伙，幸好我机警，不然就酿成大祸了，对不起。那也是你救的我，赵怀楚，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不管是否认得被拽走的人，也要出手相救，我不想再有女人被他们拐走。好，我答应你，遇见不平，一定见义勇为。江婉瑶笑着点头，但也要保护好自己。我很惜命，也不想自己的男人遇到任何的闪失，毕竟在答应嫁给你时，就想跟你过一辈子。赵怀楚在听说完，温柔地捏一下他小手：我会努力工作，争取早一天让你过上好日子。好，我等着你。两人相视而笑了。这个小插曲让当地警察意外破获一场拐卖良家女孩的团伙，还救出被抓的6个女孩，算是做一件大好事。耽搁几天后，江婉瑶总算是跟着他回到部队，领完结婚证，却见赵怀楚一脸的愁容。他把人拽到一旁，温声问：你怎么了？江婉瑶以为他是反悔跟自己结婚了，心里有一些失落。赵怀楚微皱下眉，才开口：本来要分给我们的房子，被我借给战友了。他家里有3个小孩，嫂子又一身病，更需要这套房子。一听是这事，江婉瑶淡然一笑：就这事啊，那还不好办，你帮我在外面租个房子，过不了多久就能搬回大院，我这样理解没错吧？他笑着点头。难怪在上一世的时候，王妙心从部队回来就整天的生闷气，问他就说当兵的都是骗子。再多问几遍，王妙心就只好说是赵怀楚为了发扬风格，把他们大院的房子送人，所以只能让他回村里住。往后的事，江婉瑶只看到他5年生3娃，而赵怀楚却是很少回来，似乎对王妙心和孩子并不上心。他也是被王妙心毒死前才知道真相，原来王妙心生的3个孩子都不是赵怀楚的，只为了报复他，当年结婚后就对他冷言冷语，甚至把他赶回村里来住。江婉瑶笑着凑近他，扯住衣角才低声说：赵怀楚，如果我不想租房子，你会赶我回村里住吗？就算回村里住，也是暂时住半年，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把你接过来。你说过的，自己最怕孤独。他踮起脚尖，在薄唇亲一下，才笑盈盈地说：赵怀楚，
如果换作是娶王妙心，你也这么宠她吗？他苦笑地摇头。为什么？我以为你们男人都喜欢她那样妩媚动人的女人，而不是我这种素面朝天的人儿。上一世在被李星辉家暴时，就总是听他说，像她这样冷冰冰的女人，没哪个男人会喜欢。要不是他听了父母的话，娶了最有学问的江婉瑶，现在给他当老婆的就该是王妙心了。妩媚动人，凹凸有致的身材，看着就让他心动。曾几何时，听了这话，江婉瑶心里是嫉妒的，但现在却觉得各花入个眼，每个女人都值得爱她的男人来守护她。见她失神了，赵怀楚轻柔碰她鼻尖一下：“瑶瑶，如果你在前一天不去找我，我或许就不去相亲，但你来了，我就不想辜负你。”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足以让江婉瑶心里一阵荡漾，抱住他窄腰淡笑地说：“赵怀楚，我不后悔嫁给你，你呢？此生不悔。”从部队出来，赵怀楚就在镇上帮他租了一个房子，里面干净整洁，只要简单打扫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了。两人的一天在旅店住的，接下来3天都在小院收拾房子，换了新的锁，又买新的被褥，还在院子里种了花和蔬菜。整理完后，江婉瑶已经累得虚脱，躺在床上就要睡觉，却被赵怀楚拽起来，洗脸和手再睡。我懒得动，而且又不吃东西，先睡觉要紧。说完，江婉瑶伸手扯一下他：“你跟我一起睡呗，你忙一天也该又累又困了。”突来的亲昵让赵怀楚脸颊一红：“你先睡一会儿，我去买一些日常用品，不然晚饭都没着落了。”“行，那我先睡，等你回来喊我，我跟你一起做晚饭。”赵怀楚帮他盖好被子，才出门去买菜。临走时，还谨慎地帮他锁了大门，生怕再遇到坏人。在对待江婉瑶的事上，他总是小心翼翼。或许在火车出过那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谨小慎微了。晚饭时，赵怀楚做好饭，才小声地去喊他。江婉瑶微整美眸，就笑着攀上他脖子：“赵营长，我闻到饭香味了。吃完饭再睡，我再陪你一会儿，就要回部队了。”江婉瑶一个机灵坐起来，一脸笑地说：“那还吃啥饭？咱们还不赶紧的。”“啥？”他笑眯眯地凑近耳边，才低语地说：“自然是做夫妻该做的事。赵营长，你难道就不想？”他打趣地问。赵怀楚脸红得跟熟透苹果似的，岔开话题地说：“赶紧洗手吃饭。”“赵营长，你别逃避话题，到底想不想吗？”江婉瑶一路追出来，谁想到赵怀楚猛地顿住步子，两人竟意外撞在一起，怕他摔倒。赵怀楚伸手揽上他纤腰：“你没事吧？”“赵营长，你到底想不想我？”他憨憨地问。“想，但今晚确实不行。瑶瑶，别闹了好吗？”江婉瑶咯咯一笑：“不闹你了，你工作要紧，赶紧吃饭呗。”吃完饭，赵怀楚穿好外套，犹豫片刻，才走近抱住他，轻柔地拍一下后背，才低哑地说：“瑶瑶，晚上睡觉关好门，我在床底下放了一把水果刀，隔壁的邻居是我战友的亲戚，我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你有事都可以去找他们，不用担心，我有自保能力。”江婉瑶曾经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为了省旅店钱，一个人睡火车站的时候也时常有。被人偷了钱包，
在桥洞对付一晚，也被他经历过。若不是吃尽苦头，尤其会能开一家装修公司。他吃的苦头远比家暴要厉害得多，但为了不再经历家暴，也不想看到李兴辉，江婉瑶才决定去南方闯荡。或许他的努力被老天看到，还真让他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又开了餐馆，不过10年时间，就又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事业做得顺风顺水。因为他有挣钱的能力，李兴辉也不敢再对他家暴，甚至为了讨好他，还特意学了一手好厨艺，白天去公司上班，晚上在家照顾他们母子3人，也算是过得去的男人。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恩爱的夫妻，还有一双女儿，有钱有闲，妥妥的人生赢家。然而只有江婉瑶知道，男人有钱就变坏，更何况李兴辉本身就是坏种，早在外面偷偷养了情人，只是他本来就不爱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意在外面宣扬自己有钱有能力，最后倒成了他是公司老板。人不懂得低调，就遭人嫉恨，才让王妙心因嫉妒生恨，在临死前对江婉瑶痛下杀手，七恐流血而死，死得好不凄惨。不过这样的结局也好，最起码让他可以重活一次。这样分居的生活，他们过了半年，赵怀楚才从部队又分到房子，两人算是终于住在一起了。江婉瑶把家里收拾干净，又做好晚饭，已是晚上7点多。猛然抬头，赵怀楚匆匆从外面回家，刚关上房门，就走近他，抱住纤腰，低头吻上粉唇，才低哑地说：“瑶瑶，我说了，家里活我干。赵营长，你公务太忙，哪有时间做家务？而且我现在又没工作，做点事也算打发时间了。”虽这么说，但江婉瑶已经早准备开店了，只是现在还没开始营业，所以时间还是富裕的。赵怀楚轻柔地挂一下他鼻尖：“瑶瑶，我跟老首长请示过了，你可以去学校当老师，我记得你有高中文凭，教小学生没有问题。”他连工作都帮自己安排好，就让江婉瑶嘴角一扬，凑近在薄唇亲一下，才笑盈盈地说：“赵营长，你待我真好。你是我好不容易娶来的媳妇，我不对你好，岂不是傻瓜？瑶瑶，你要是不想当老师，你也可以去当护士，或者在家里待着看看书都行。”听他这么迁就自己，江婉瑶笑着摇头：“我不用你来养，我有自己的事情做。你难道忘了，我要开一家服装店，有钱了再开一个餐馆，绝不让自己闲下来。可我怕你辛苦，自己做生意总是太操心。”才结婚半年，赵怀楚已经爱惨了他。他知道自己媳妇有本事，但就是舍不得她太累。江婉瑶温柔抱住他窄腰，撒娇地笑笑：“赵营长，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做一些简单的事不会让自己累着的，更何况你在部队工作，我就想干些别的事，万一哪天你退伍了，可以跟着我混啊。瑶瑶，你对我才是真的好。”赵怀楚低头深情吻上她的粉唇，纠缠许久，才柔声又说：“瑶瑶，反正饭已经凉了，不如过会儿再吃，成吗？”江婉瑶扯住他腰带，边走妩媚一笑：“赵营长，今晚你可不许太折腾，不然晚饭就吃不成了。”他温情的一笑，将人拦腰抱起，径直走进卧室。两人都躺床上时，赵怀楚才宠溺地凑近耳边：“瑶瑶，我一定让你吃饱，
做我赵怀楚的媳妇，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你饿肚子。说完，他吻上怀中的人儿，深情的眼神让江晚瑶一颗心瞬间就荡漾了，主动回应他的热情。今晚又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夜了。几天后，江晚瑶刚要骑车去店里，就被邻居丽姐给喊住：“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丽姐，你说。”江晚瑶停下步子，顺手递给她一把奶糖。丽姐家孩子多，这种大白兔奶糖在她家可是稀罕物。丽姐抿嘴一笑：“江妹子，你就是脾气好，每次都给我家孩子奶糖，所以有句话我必须嘱咐你。”听完丽姐的话，江晚瑶勉强一笑：“丽姐，你跟我说的话能别告诉任何人吗？”“行，就算别人问我，我也绝不多嘴。丽姐，下次我还给你奶糖。”说完，江晚瑶就骑车子先走了。去店里的一整天，她都闷闷不乐，强撑着几分精神，好不容易把店里的衣服摆弄完，就匆匆关门回家。想不到她才刚到大院门口，就看到追着赵怀楚回来的女兵刘思雨，一脸的崇拜，对赵怀楚的喜欢丝毫不加掩饰。江晚瑶笑着走进了他们，温柔挽上他的胳膊：“赵营长，这位是……”他肆意地打量着刘思雨，让这个女兵脸颊一烫，就自作介绍地说：“你好，我是一名护士，今天赵营长检查出血压高，我就是过来嘱咐他一些关于养生的事。”“那感情好，今晚我买的鱼，还买了许多菜，你不如来家吃饭吧。”他盛情邀请。刘思雨点头的笑笑：“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瑶瑶，小刘护士跟我不熟，让他来家吃饭，人家会拘谨的。”赵怀楚很不喜欢陌生女人来家里，而且在他们家里，除了江晚瑶，就不该有别的女人出现。而且刘思雨身上的香水味，让他觉得反感和刺鼻。江晚瑶在他耳边低语地说：“赵营长，只是吃一顿饭，不用这么为难吧？”“那我去做饭。”他宠溺地朝他一笑：“好啊。”见他笑了，赵怀楚接过他的车子，先推着进院子了。走在他身后的江晚瑶和刘思雨，他们有说有笑，像极了一对闺蜜，倒是让一旁的丽姐只觉得后背一凉，自言自语说：“这江妹子还真是有一手，笑里藏刀，真不好惹。”晚饭时，江晚瑶给3个人倒了白酒。赵怀楚见他要喝酒，握住他小手：“瑶瑶，你喉咙发炎，别喝酒了，就喝这杯蜂蜜水。”一举一动的爱意让一旁的刘思雨脸色微变：“江姐，你喉咙不舒服，不如去医务室拿点药，我正好值班，你要是不想走动，我可以给你送过来。”这个女兵满脑子的心思都是接近赵怀楚，就让江晚瑶听得抿嘴一笑：“小刘护士，我听说你好像28了，比我还大3岁，你有男朋友吗？”“没有，我们当女兵的总是待在部队，没时间认识外面的男人，所以渐渐就不在意婚姻大事。”“那就找部队里的男人啊，我听我爱人说，有不少男兵在追你，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只是兵，配不上你的才貌双全？”刀刀不见血，却句句让刘思雨心惊肉跳。“那倒也不是，就是没遇到合适的。”他尴尬的脸红了。江晚瑶听完一笑：“小刘护士，你是没遇到合适的，还是你喜欢的有家室，不喜欢你啊？”“没有这回事，那个，
我突然想到还有事，就先走了。刘思雨起身就走出客厅，江婉瑶就要追出去，却被赵怀楚扯住小手：“你别跟出去，我怕你吃亏。”江婉瑶温柔地捏一下他手心：“放心好了，一般女人还伤不到我，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说完，他就匆匆去追刘思雨了。等一下，小刘护士！被他一喊，刘思雨顿住步子，挤出一丝笑地说：“嫂子，你有话就说吧。现在终于承认我这个嫂子了。刘思雨，我不在的这半年，你可是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又丑又粗鄙的女人。恰恰相反，我听赵营长说过，你有文化又长得美，我当时还挺嫉妒和不服气。不过现在我终于认输了，而且心服口服。”江婉瑶轻拍一下刘思雨的外套，递给他几颗糖：“晚上没吃东西，记得饿了吃颗糖。”江婉瑶，你真的很特别，是吗？难道你不喜欢赵怀楚，改成暗恋我了？他笑着打趣。刘思雨也害羞的一笑：“如果我是男人，我一定喜欢你。”他挥挥手，转身离开了部队大院。这一走后，江婉瑶再没见过刘思雨，据说被调去外地的部队。嗨，赵怀楚站在他身后，为江婉瑶披上一件外套。这么大人了，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没我，你可怎么办呢？江婉瑶笑着转过身，一脸风情地掐住他的下巴：“赵营长，我有你就够了。你刚才吃醋了。”“哪有，你的战友过来，我招待一下，这不是情理之中。”他试图辩解，却被赵怀楚低头吻上粉唇，轻轻一吻过后，才说：“瑶瑶，你吃醋的样子，我很满意。”“是，我是吃醋了。”话说一半，江婉瑶攀上他脖子，凑近耳边，才又说：“赵营长，既然心里满意，那我能邀请你参加我新店的开张吗？”“荣幸之至。”忙活了1个月，江婉瑶的服装店终于开门营业了。因为有上一世的经验，她进的服装当时最流行的款式，才不过几天就把这批货卖完，让她狠狠赚了一笔。“瑶瑶，你又要去南方，要不我陪你一起？”赵怀楚不放心地说。“我倒是很希望，不过你有更重要的事，安心的在部队工作，好好学习，等我回来再好好的陪你。”“那让丽姐陪你，你们俩还有个照顾，不然我实在不放心。”“好，我答应你。”江婉瑶一脸迷恋地凑近他脸前，主动地吻上薄唇，突来的亲昵让赵怀楚眼神变得炙热，轻身贴近了他。两人很快就沉沦在这份美好里，再难自拔了。本来定好的隔天去火车站，因为赵怀楚的缘故，江婉瑶只能在家多躺1天，浑身的酸痛让她在面对丽姐关切询问时，只能尴尬的一笑：“丽姐，我胃疼病犯了，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猜也是，赵营长一直是冷漠自持的男人，绝不会做这么把持不住的事。毕竟你去南方进货是大事。对了，江妹子，这一次去进货，你也能帮我进一下衣服吗？”“行啊，丽姐，你也想做生意？”丽姐笑着点头。“那好办，你先在我店里帮忙，等你业务熟悉了，我再帮你开店。”“真的？那太好了，江妹子，你就是最好的人。”“都是小事，反正明年过后，江婉瑶就要开餐馆了。按照改革开放的政策，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挣钱的，所以她想循着前世的脚步，
驾轻就熟，也省得费力气了。终于坐上火车，江婉瑶正在看窗外，就被丽姐推一下，将手里的一个苹果递给她。江妹子，你给我说说，是咋跟赵营长好上的？你很好奇？丽姐点头，不仅我好奇，所有大院的人都好奇，说赵营长一个糙汉，竟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江婉瑶被逗得脸颊一红。丽姐，我和赵营长是一见钟情的感情，我们俩在相亲时，也有一对男女在相亲，他们互看不对眼的人，就是我和赵营长，结果我俩就勉强凑一起了。这么浪漫？丽姐一脸羡慕地盯着他，就让江婉瑶脸颊更红了。丽姐，你和周大哥的事，我也听了很多故事，据说你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曾经失联5年，后来又意外走在一起，这才浪漫呢。也没你说的那么好，我们就是包办婚姻，不过庆幸的是，在订婚后的那几年，我们就有了感情，总好过没有感情的婚姻。不过你周大哥喜欢孩子，对我就不那么上心了。丽姐委屈地叹口气。江婉瑶安抚地拍一下她手背。丽姐，周大哥正因为爱你，才想跟你有多几个孩子，你应该觉得幸福才对。那倒也是哈。被他这么一劝，丽姐的脸上终于有笑了。从这之后，丽姐就成了江婉瑶的得力助手。在之后的3年里，她忙着开餐馆和酒店，而自己的2家服装店就交给丽姐打理，生意也是十分兴隆，挣的那叫盆满钵满。而在这3年的时间，李兴辉和王妙心却过得并不如意。先是厂子倒闭，李兴辉下岗，为了维持生活，王妙心拿出当时的彩礼和嫁妆，把钱凑一凑交给李兴辉，想让他自己做生意，结果答应的好好，人一走就如同消失一般。等到李兴辉再回家时，已经是半年后。望着2手空空的人，王妙心不相信地盯着他。李兴辉，你最会挣钱，没有带东西回来，钱呢？发啥疯？我投资失败了，你给的那点钱还不够我进货的钱，我还另外借了一笔高利贷，你抓紧去爸妈那里把他们退休金取出来，好帮我还债。我不管。这话一出，李兴辉抬手给他一巴掌，不等反应过来，又连着踹一脚。王妙心疼的脸色煞白。李兴辉，你赚不来钱，还拿我撒气，你到底算不算男人？这话彻底激怒李兴辉，对着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等到打累了，就躺在沙发里喝酒，醉意朦胧时，就扫一眼躺床上的王妙心，晃悠悠地凑近他。妙妙，我们半年没见，我可想死你了。你疯了？刚才还打我，现在净做这事。话说一半，就被李兴辉一巴掌打在脸上，才警告地说，不让碰是吧？那我就打死你。王妙心没有再反抗，只能任由李兴辉强势地吻她。这是自己最无助的时候了。上一世的时候，赵怀楚跟他结婚了，就赶自己回村里，让他在别人眼里受尽非议。后来倒是接他去了部队大院，但自己人生地不熟，又跟邻居关系处得不好，尤其跟赵怀楚的夫妻感情可谓是如履薄冰。最后是他主动提出再回村里的。婚后的10年，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虽然有了3个孩子，但没一个是赵怀楚的。因为在独守空房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同村的张虎给他的一些温暖，所以孩子都是他的。王妙心就想不通了，
为何江晚瑶身边的男人都能事业有成，也对她恩爱非常，在自己眼中冷漠的赵怀楚，现在竟把江晚瑶宠成了公主。而曾经的李兴辉也为了江晚瑶成了镇上有名气的企业家，而现在再看他，却是没一点要成大老板的样子，相反更像街溜子，无所事事，让人看了生厌。某天，一个雨后的下午，江晚瑶正在盯着酒店装修，就接到部队的电话。听赵怀楚的战友说完，他就匆匆骑车去了部队医院。病房内，江晚瑶守在床边，望着脸色苍白的赵怀楚，眼眶一秒泛红了。见他落泪，赵怀楚挤出笑的，温柔抹去他眼角泪水，就是小伤，不过以后恐怕不能在部队待了，都要退伍，那还能是小伤？他哭得更凶了。赵怀楚艰难地坐起身，凑近他脸前，低声哄道：“以后可能会跛脚，你会嫌弃我吗？”“我当然会嫌弃，赵怀楚，你要是不能走路，走路姿势不好看，我就甩了你。”说完，江晚瑶主动抱住他，两人深情相拥了。许久，他才又抽泣地说：“赵怀楚，你退伍也好，省得我整天为你担忧，就不知部队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听你的建议，在3年前我就自学大学的课程，现在已经顺利毕业。因为有这个文凭，部队特意给我分到了政府部门，负责地方消防和安全，也算是专业对口了。”江晚瑶放心地点头，这样也好。如果不想去政府部门上班，咱家的酒店还在装修，我正缺没人帮我呢。我上班不耽误帮你，只是你以后要有一个跛脚的男人。瑶瑶，你真的不嫌弃我？他紧张地问。只要你活着，比啥都强。赵怀楚，你跛脚，我没有生育，咱俩才是真的天生一对。赵怀楚温柔吻上额头，亲昵地说：“瑶瑶，是我的问题，你只是不想生而已。如果你喜欢孩子，那不如我们领养一个。”江晚瑶摇摇头：“我现在的确不想生，等我酒店开业了，公司上市，再考虑生儿育女的事吧。”“好，无论你做啥决定，我都听你的。”又是3年过去了，江晚瑶的公司早已是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一跃成了镇上的内税大户。而与她一同相亲的闺蜜王妙心，却是活的另一个极端，不仅被前夫家暴到离婚，更是被相好的男人背叛到拿钱跑礼。而她为了养活2个儿子，只能委身于50多岁的老男人，婚后不久就被老男人打到流产，即便身体虚弱，还要出门练摊，过着生不如死的苦日子。相比之下，江晚瑶就幸福多了，有钱有闲，还有疼爱自己的男人，生活受自己掌控，才是最真实幸福的日子。刚从医院出来，江晚瑶就接到了王妙心的电话，说她已经病入膏肓，想最后见一下她。“我陪你一起。”赵怀楚有些担忧地说。“好，正好我也犯愁一个人见她。”两人开车去了王妙心住的小院，低矮破旧，里面还透着一股子发霉的味道，让人忍不住的皱眉。“我陪你进去吧。”赵怀楚低声说。江晚瑶摇头拒绝了：“这是我跟他的事，你在外面等我就好。如果有任何意外，我会大声喊你的。”“好，那我在外面等你。”他笑着抱一下赵怀楚，想走，却被他紧紧地抱住了。“瑶瑶，离他远远的，凡事别逞强。”
江晚瑶走进了屋里，大白天的里面竟阴沉沉的，扫一眼才终于找了在床上依靠着的王妙心。只是6年不见，她已经苍老的像50多岁的女人。你来了，坐。王妙心，你2个儿子呢？江晚瑶坐在椅子上，打量一圈后，才将视线又落在他脸上了。这个家似乎除了王妙心，再无他人了。不是有2个儿子，还有她2婚的老丈夫，他们都去哪了？王妙心踉跄着坐起身，才苦笑地说：儿子嫌我穷，去找他爷爷奶奶了，这样也好，省了2张嘴吃饭。还有我那老头子，去年在建筑工地打工，跟一个做饭的老女人跑了。哈哈，江晚瑶，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起我？这是你的生活，我无权评价。江晚瑶见他咳嗽的厉害，递过去一张纸，王妙心却是拒绝，从枕头边拿出1盒烟，就开始吞云吐雾了。江晚瑶，我也不羡慕你，毕竟你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就冲这一点，你就永远比不上我。你也是重生回来的吧？江晚瑶没有回答，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王妙心苦涩一笑，才说：我本以为上一辈子选错男人，这一次回来，我只要嫁给李星辉，就能过上富太太的生活。结果他竟说除了吃喝玩乐，根本不会做生意。江晚瑶，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人是争不过命运的。见他情绪失控，江晚瑶安抚的一笑：王妙心，我也是怕被家暴，才想着靠做生意离开他，哪怕是短暂的喘息，也好过一直被打。你只看到他是一个成功企业家，却并不知道在他身后默默付出的我，把胃喝到胃出血，为了挣钱，一个人坐火车去南方，被小偷偷走所有货款，我就在南方打工半年，才又带着进的货回家。这一切的付出，你并未看到，却只是嫉妒我嫁得好，还辜负我对你的信任，竟亲手给我端一碗有毒的粥，你是有多恨我？说到这里，江晚瑶眼眶都红了，她至今还忘不了自己七孔流血时，王妙心肆意大声笑的样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有你陪我一起死，我也算不亏了。如有来世，我一定要过得比你好。他们都重生了，来是来了，可王妙心依旧过得一塌糊涂。江晚瑶，你还恨我吗？王妙心想要靠近他，却被及时赶进来的赵怀楚将人儿护在身后。你别靠近他，身上气味让人难闻。赵怀楚，你何时懂得爱护女人、关心女人了？我们在一起时，你可是一张冰块脸，一直顶到最后，我还以为你除了热爱工作，其余的事情和人都不会让你分一丝的心，原来是我不配，哈哈。他疯了，我们走吧。江晚瑶留下一沓钱，就拽着赵怀楚走出了小破屋。两人坐上车了，赵怀楚才松开紧握他的手。瑶瑶，你没事吧？他刚才那么凶，还在一个劲抽烟，你没被吓着吧？没有，我和宝宝都好。他刚才一进屋就打开了身后窗户，而且王妙心抽烟时，他一直站在窗户边，所以就不怕被呛到。瑶瑶，你为啥不告诉他你怀孕了，还是双胞胎？赵怀楚虽没有听到全部的话，但隐约听到王妙心的讥讽，只因为江晚瑶没有孩子。做人要低调，自己幸福知道就好，何必跟坏人分享我们的幸福？他们不会羡慕，只会一味的嫉妒生恨。与其被人憎恶，
我宁愿他们取笑我。赵怀楚心疼地抱住她，瑶瑶，我不该带你来的，怕孩子受到惊吓。有你守着我们，刚正不阿的赵副处长，我们百毒不侵，没人敢惹的。而且我和他还有一段旧事，是该来解决一下的。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江婉瑶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但他之所以留钱，也是感激王妙心把这么优秀的男人留给了自己。能被赵怀楚这么一直宠着爱着，江婉瑶这一生也不算白活了。换句话说，她就是为赵怀楚而来的。全剧中，